沉默的崩溃发生在一个周三的深夜，悄无声息，地点是 CBD 顶层，他的办公室，落地窗外是这座城市引以为傲的璀璨灯火，像一条流动的由钻石组成的银河。他亲手缔造的商业帝国就在这片星河中最耀眼的位置。48岁的沉默是世俗意义上无可争议的成功者，互联网大厂高管，财务自由，家庭圆满。他的人生像一部被精确计算过的程序，每一步都踩在时代的风口上，精准高效，从无纰漏。直到今晚，压垮他的不是剑拔弩张的商业谈判，也不是董事会里的权力游戏，而是一份来自下属的关于 AIG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应用的分析报告。报告做得堪称完美，数据详实，逻辑清晰，对新技术的理解和应用构想甚至超出了沉默的认知范围。那个刚入职2年的年轻人在邮件末尾谦逊地写道：老板，这只是初步构想，很多地方还不成熟，请您指正。沉默盯着屏幕，一个字也看不进去。他感到一阵熟悉的久违的眩晕，上一次有这种感觉还是在大学的考场上，面对一道完全超纲的数学题。但这一次不是超纲，是换了人间。他引以为傲的经验，他赖以成功的商业嗅觉，在这份报告所代表的一个他不再能完全理解的新世界面前，显得如此笨拙，甚至有些可笑。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听到了被时代抛弃的齿轮在耳边发出的冰冷的咔嚓声。他想点上一支烟，手却不自觉地伸向了办公桌抽屉里的速效救心丸。一阵剧烈的胸闷像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了他的心脏。他大口喘着气，额头上渗出细密的冷汗。窗外的星河依旧璀璨，但沉默的世界正在无声地坍塌。他意识到自己病了，不是身体的病，是精神的癌，一种由成功、惯性以及对未知的巨大恐惧共同喂养出来的，名为中年的绝症。他知道他必须为自己找一副解药，或者说是春药，不是那种激发肉体欲望的药，而是能让一颗行将枯萎的心重新焕发生机与欲望的生命之药。给你的精神再造一个引擎。沉默的第一次寻药是被朋友硬拉去的。一个周六的下午，他被拖进了一个藏在胡同深处的围棋社。朋友说，这里有位神人，能治心病。棋社很安静，只有落子声和偶尔的茶水沸腾声。沉默意兴阑珊，他不好奇，更不信什么神人。在棋社的一角，他见到了那位神人李教授。他不是在下棋，而是在一张铺开的巨大宣纸上，用一支极细的毛笔绘制着什么。宣纸上是密密麻麻的线条和蝇头小楷。沉默凑过去一看，愣住了。那是一幅手绘的关于这座城市古城墙的复原图，每一块砖的位置，每一处城楼的结构都被标注得清清楚楚。您是考古学家？沉默忍不住问。李教授抬起头，扶了扶老花镜，笑了。他看上去快70岁了，但精神矍铄，眼神里有一种少年般的光。我退休前是教物理的，李教授说，搞了一辈子量子力学，跟这些老砖老瓦算是风马牛不相及。沉默更迷惑了，李教授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指着那幅图说，我研究这东西快10年了，不为发表，不为出名，就是喜欢。我把这叫做给自己的精神再造一个引擎，精神的引擎。沉默喃喃自语，
是啊，李教授呷了一口茶，缓缓道来，人这一辈子就像一辆车，年轻的时候，我们都靠着一个主引擎往前冲，这个引擎叫事业，叫成功，它马力强劲，带我们翻山越岭。但车开久了，主引擎总会磨损、老化，甚至熄火。就像很多人一退休或者事业遇到瓶颈，人一下子就垮了，觉得没用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车只有一个引擎，沉默的心被狠狠地刺了一下。这不就是他自己吗？我40多岁的时候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李教授的目光仿佛能穿透时间。那时候我在一个重要的科研项目上连续失败，我发现很多新东西，我理解起来就是没年轻人快了。那种感觉就像是脑子生了锈。我也恐慌过，觉得自己要被淘汰了。那您是怎么？我没有硬抗。李教授说，我意识到物理学的山我可能爬不到顶了，但我的人生不能只有这一座山。于是我开始胡思乱想。我从小就对历史感兴趣，尤其是这座我生活了一辈子的城市。我开始利用业余时间泡在图书馆，钻进档案馆，去寻访那些被遗忘的角落。我发现当我在研究这些无用的东西时，我的精神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物理学带给我的焦虑慢慢消失了。我不是在转行，我是在给我的人生装上第二个引擎。他指着那幅图，眼睛里闪着光。你看，这个引擎，它不负责赚钱，不负责养家糊口，它只负责一件事，让我快乐，让我觉得我的人生除了在物理世界里推导公式，还能在历史的尘埃里构建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完整的世界。这种快乐是纯粹的，是任何外部评价都无法给予的。所以第二曲线不是让你放弃主业，去搞什么副业赚钱。李教授一语道破，它的本质是精神的再发育。人到中年，身体开始折旧，但精神可以开始升值。你得找到一件能让你不计功利，沉浸其中，能给你带来纯粹喜悦的事。它可以是研究历史，可以是画画，可以是做木工，甚至可以是养一盆花。这件事就是你人生的第二引擎。当你的主引擎感到疲惫，甚至快要熄火的时候，这个备用引擎会啪的一声启动，让你的人生继续平稳地、有风景地往前开。那天下午，陈默没有下棋，他看着李教授和他那幅画满了无用细节的古城墙图，看了整整3个小时。他走出棋社时，天色已晚。他第一次觉得京城的夜色除了璀璨，还有一种深沉的历史的温度。他好像摸到了那副春药的药方边缘。重估你的人生资产负债表。如果说李教授给了陈默一个理论指导，那么他的司机老王则给了他一次灵魂暴击。老王给陈默开车5年了，话不多，永远守时，车里永远干净。陈默一直觉得老王是个有点木讷的人。那次灵魂暴击发生在一个加班到深夜的晚上，车子平稳地行驶在空旷的4环路上。陈默靠在后座，疲惫地揉着太阳穴。他刚刚结束一个跨洋视频会议，为了一个项目的细节，和欧洲团队争吵了2个小时，心力交瘁。老板，您累了吧？老王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递过来一瓶温水。还行。陈默随口应着。车里一阵沉默。过了一会儿，老王忽然开口，语气里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喜悦。
老板，跟您说个事儿，我闺女考上大学了。哦，好事啊，哪所大学？陈默礼貌性地问。就本地一个二本。老王嘿嘿地笑，那是一种发自肺腑的、不掺任何杂质的快乐。虽然不是什么名校，但孩子尽力了。我跟他妈商量好了，这个周末带他去郊区吃烤全羊，好好庆祝一下。陈默的心又被刺了一下，他想起自己的儿子，他已经不记得儿子上一次跟他好好说话是什么时候了。儿子在一所昂贵的国际学校里念书，成绩不好不坏，最大的爱好是打游戏。父子俩的交流通常仅限于沉默转账，和妻子在电话里抱怨儿子又闯了什么祸。老王，沉默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你就没想过让你闺女上个更好的学校，或者多挣点钱送她出国？老王愣了一下，随即憨厚地笑了。老板，您说笑了，我一个月挣多少钱您还不知道吗？钱这东西哪有个够啊？我琢磨着，孩子健健康康，有个正经大学上，以后能自己养活自己就行了。我们一家人能经常在一起吃个饭，聊聊天，比啥都强。他顿了顿，像是下了很大决心，说了一段让陈默终生难忘的话。老板，我没什么文化，就是自己瞎琢磨。我觉得人活着就像开公司，也有一张资产负债表。哦，陈默来了兴趣。您看啊，老王一边开车一边比划着，每天加班应酬，为了合同跟人喝酒生气，这些都是负债。它消耗你的身体，你的心情。那资产呢？闺女的笑是资产，老婆在家给你炖的热汤是资产，周末能睡个好觉是资产，我妈现在还能自己下楼遛弯，不让我操心，这更是天大的资产。老王的语气无比认真。我这把年纪了，算是想明白了，年轻的时候可以用负债去换资产，拼命加班挣钱，买房买车，但到了40-50岁就得反过来，得想办法让手里的资产大于负债，不然这公司啊早晚得破产。我每天晚上回家，闺女给我开门，老婆把饭菜端上来，我心里就觉得我今天这资产又增加了，比我多拉一趟活多挣200块钱，心里踏实多了。车子缓缓驶入了陈默家的小区，那是一片京城顶级的别墅区，安静私密，每一栋房子都价值不菲。陈默坐在车里迟迟没有下车。老王的话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切开了他那张看似光鲜实则早已资不抵债的人生报表。他的负债栏里是常年的睡眠不足、应酬陪酒、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和家人的疏离，以及对未来的巨大焦虑。而他的资产栏里，除了那一串冰冷的银行数字，还剩下什么？儿子的叛逆是亏损，妻子的抱怨是坏账，他那副随时可能报警的身体是即将爆雷的定时炸弹。他一直以为自己是在为这个家创造财富，直到此刻，他才悲哀地发现，自己才是这个家最大的负债。那天晚上，陈默回到家，妻子和儿子都已经睡了，他一个人在空旷的客厅里坐了整整一夜。他开始重新思考，到底什么才是他人生的核心资产。学会向上帝反向许愿。身体的警报终究还是拉响了。在一次常规体检中，陈默的心电图出现了一点异常，医生建议他做一次全面的心脏造影检查。
等待检查结果的那几天，是陈默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死亡的恐惧第一次如此真切地笼罩着他，他开始失眠，整夜地幻想自己躺在手术台上，或者在 ICU 里，身上插满管子。他甚至开始偷偷地查询遗嘱的写法。他发现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一切，财富、地位、声望，在可能死亡这个终极命题面前，都变得轻飘飘的，毫无分量。检查那天，他独自一人来到医院，在人声嘈杂、混杂着消毒水味的走廊里，他看到了一位护工阿姨。那位阿姨约莫50多岁，正在给一位病人换水，一边换一边哼着不成调的歌。她的脸上有一种与这个环境格格不入的明朗的喜悦。陈默忍不住走过去，问阿姨：“您怎么这么开心？”护工阿姨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笑了，露出一口白牙：“我每天都开心啊。”“为什么？”陈默追问。“在这里工作，每天看到的都是生老病死，怎么能开心得起来？”“小伙子，我教你一招。”阿姨神秘地凑过来说：“你得学会跟老天爷反向许愿。”“反向许愿？”“对。”阿姨掰着指头，认真地给他算账。“你看啊，我们正常人许愿，都说老天爷，请赐给我100万吧，请让我升官发财吧。要是愿望没实现，心里就不痛快，就抱怨，对不对？”陈默点了点头。“我就不这么想。”阿姨说，“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反向许愿。我跟老天爷说，感谢老天爷，今天没让我躺在病床上，而是让我还能给别人换水。你看，这么一想，我比病床上的人是不是赚大了？感谢老天爷，今天我儿子没打电话跟我要钱，也没在外面闯祸。这么一想，我今天就省心了，是不是又赚了？感谢老天爷，今天食堂的饭菜还挺香，我牙口还好，吃得下。你看，比起那些吃不下饭的人，我是不是太幸福了？感谢老天爷，今天我没失业，没露宿街头，没被人骗。小伙子，你这么一想，你就会发现，你每天都在净赚。你不是在失去什么，你是在拥有。你拥有的东西远比你想要的那些要多得多。我们总盯着自己没有的，越盯越焦虑。但你要是反过来，每天数一遍自己幸好没有的那些倒霉事，你就会发现，自己简直就是老天爷的宠，能不开心吗？护工阿姨的这番话，像一道闪电，瞬间劈开了陈默心中那片名为恐惧的乌云。他一直以来都在用加法生活，他想要更多的财富，更高的地位，更强的控制力。他的人生是一场永无止境的索取，而这位护工阿姨却在用减法生活。她在计算自己避免了多少不幸，从而感知自己拥有多少幸运。她的人生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感恩，这才是感恩的真正奥义。它不是一种姿态，不是一句挂在嘴边的谢谢，它是一种强大的，能瞬间改变你生命能量场的心法。它让你从一个匮乏的、焦虑的索取者，变成一个富足的、平静的拥有者。检查结果出来了，虚惊一场，心脏没什么大问题，只是因为长期的焦虑和压力导致的功能性紊乱。走出医院，阳光刺眼，陈默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里不再只有消毒水的味道，还有初夏时节槐花的香甜。他拿出手机，没有打给司机，而是打给了妻子。晚上我回家吃饭，他说别做太多菜，熬点粥就行。
当你觉得每个阶段都对，就不怕了。经历了这场生死考验，沉默开始有意识地慢下来。他推掉了很多不必要的应酬，开始学着周末不看手机。在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他关掉导航，把车随意地开向了远郊的山里。山路蜿蜒，人烟稀少，他把车停在路边，独自一人，沿着一条不知名的小径往山深处走去。不知不觉，他走到了一座破败的古寺前。寺门虚掩，里面很安静，只有一个老僧正在用一把巨大的竹扫帚扫着满地的落叶。沉默走进去，老僧没有抬头，只是默默地扫着，扫得很慢，很专注，仿佛每一片落叶都是一个值得被温柔对待的生命。大师，沉默开口。老僧停下扫帚，抬起头，对他笑了笑，指了指院子里的石桌。施主，喝杯茶吧，茶是山泉水泡的，味道很清冽。施主有心事？老僧问。我。沉默犹豫了一下，还是问出了那个盘踞在他心中最根本的恐惧。大师，如何才能不害怕衰老和死亡？老僧没有直接回答，他指着满院的金黄落叶，反问沉默。施主，你看这叶子，春天发芽，夏天繁盛，秋天落下，冬天归于尘土，你觉得哪个阶段是错的吗？沉默愣住了。我们之所以害怕衰老，不是因为衰老本身有多可怕，老僧缓缓地说，而是因为我们的心里给生命做了一个预设。我们预设了春天和夏天才是对的，是好的，而秋天和冬天是错的，是坏的。我们拼命地想留住夏天，抗拒秋天的到来。这种抗拒就是你所有恐惧和痛苦的根源。你怕的不是长出白发，你怕的是青春不在。你怕的不是身体机能下降，你怕的是失去掌控。你怕的不是死亡本身，你怕的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可是，没有秋天的落下，哪有来年春天的生机？没有死亡的寂静，哪有生命的可贵？施主，你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你总想活在别处。年轻时，你想着赶紧成功，成功后，你又害怕失去。你的心从来没有安安稳稳的待在此刻。老僧拿起一片落叶，递给沉默。你看它落下的时候，安详从容，因为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不会去羡慕夏天时的繁盛，也不会去嫉妒明年春天的新芽，他只是全然的活在落下的这一刻。当你觉得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对的，都是他本该有的样子，你就不怕了。当你不再抗拒，而是学会欣赏秋天的风景，你就能与时间言和。活在当下，不是一句鸡汤，它是让你把全部的生命力都用来体验此刻，去感受风，感受阳光，感受茶的温度，感受你每一次心跳。当你全然地投入此刻时，你就没有多余的精力去为过去而懊悔，为未来而忧虑。那一刻，沉默看着手中的落叶，忽然泪流满面。他终于明白，自己那颗时刻紧绷、疲于奔命的心该如何安放了。重构的最后一步是结尾的再造。文章的结尾，沉默没有辞职，也没有抛下一切去环游世界，那不现实，也不是真正的觉醒。真正的觉醒从来不是形式上的颠覆，而是内在秩序的重建。故事的最后一幕是这样的：又是一个周五的下午，沉默的手机响了，
是公司 CEO 的电话，邀请他参加一个级别极高、能链接到顶级资源的私人晚宴。1年前，这样的电话会让他欣喜若狂，但这一次，陈默看了一眼办公桌上的日历，上面用红笔圈着一个日子，旁边写着2个字：家长会。他深吸一口气，平静地对着电话说：王总，非常抱歉，我今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安排，实在无法出席，下次我做东向您赔罪。挂掉电话，他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和后悔。傍晚，他开着自己的车，而不是让司机送，来到了儿子学校的门口。这是他第一次来参加儿子的家长会。他走进教室，在最后一排找到了一个空位。儿子看到他，眼神里闪过一丝惊讶，随即是一种说不出的复杂的情绪。家长会很长，老师讲了很多他闻所未闻的关于儿子的细节，好的、坏的，他都认真地听着。会议结束，他走到儿子身边，没有像往常一样质问成绩，而是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走，爸带你吃点东西去。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小馆子里，父子俩第一次像朋友一样聊了很久，聊游戏，聊同学，聊那些陈默从未关心过的属于一个16岁少年的烦恼和梦想。回家的路上，儿子忽然开口：爸，你今天好像有点不一样。陈默笑了笑，没有说话。车窗外，城市的灯火依旧繁华，但陈默知道，在他心里，那张人生资产负债表上，资产那一栏刚刚被重重的添上了一笔。他的人生下半场开始了。